有缘人，2024年10月11日，也就是农历的9月初9，是1年1度的重阳节。重阳节将至，所以今天老头子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与命理相关的重阳知识。这个影片我紧赶慢赶在重阳前发出，愿更多的人知道重阳节的相关知识和重要性。有缘人取之。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推崇重阳登高吗？一方面是因为沿袭了环景登高以避灾的传统，还因为这一天是转运的极佳时候。农历9月初9，阳气达到顶点，因此这天登高可以通过吸收良好的自然气场来释放出自身不良的气场，实现命运的转换，来达到交换气场的目的，也就是俗称的转运。近期感觉苦闷烦恼、悲观失望的原主，在重阳节这一天要抓住转运的好时机，千万不要错过。同时别忘了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古人认为重阳节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因为在《易经》中，6世为阴数，9世为阳数，9月9日，月日皆逢9，9两阳数相重，故曰重阳，又称为重九。又因99与99同音，9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在易经里95之尊，有长久长寿的含义，所以重阳节又是老人节，所以常在此日祭祖与推行敬老活动。重阳节与除、清、于3节也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祭祖的4大节日。在中国传统节日里，有半数以上月份与日期相同，称为重日，比如1月1春节，2月2龙抬头，3月3上巳节，5月5端午，6月6天旷节，7月7的七夕，9月9的重阳。在秦汉及其秦汉以前，这类重日多被认为是天地交感、天人相通的日子。换句话说，就是你心里所想，天地感应得到。在这样的日子里宜举行祈福、祭祀或是纪念活动，以求得幸福、安康。因而若是想要错开冬至扫墓高峰，可以选择重阳节祭扫祖墓，纪念先人。9月初9，29相重视为重，古人认为9为阳数，故为阳。重阳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南朝梁人吴君之续其协记记载，东汉时，汝南县里有一个叫桓景的人，他所住的地方突然发生大瘟疫，桓景的父母因此病死，所以他到东南山拜师学艺。仙人费长房给桓景一把降妖青龙剑，桓景早起晚睡，披星戴月，勤学苦练。一日，费长房说：“9月9日，瘟魔又要来，你可以回去除害，并且给了他茱萸叶子1包，菊花酒1瓶，让他家乡父老登高避祸。9月9那天，他领着妻子儿女
乡亲父老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山，把茱萸叶分给大家随身带上，瘟魔则不敢近身，又把菊花酒倒出来，每人喝了一口，避免染瘟疫。他和瘟魔搏斗，最后杀死了瘟魔。汝河两岸的百姓就把9月9灯高避祸。环景见此瘟魔故事一直传到现在，从那时起，人们就过起重阳节来，有了重九登高的风俗。东汉以后，9月初9登高避疫的风俗便被流传下来，所以重阳节又叫登高节。到了唐代，重阳节被正式定为民间节日。但值得留意的是，因为这个节日本身具有躲避凶邪的寓意，本质上是个凶日。关于为何非常防预测环境家中9月9日会有大灾，我们可以在《周易》中得到解释。《周易》讲究阴阳平衡，中和为贵，两个老阳相遇，是不相往来和交通，孤阳不生，独阴不长，万物不遂，不通不顺。因此跟热闹团圆的中秋、元宵相比，9重阳非但算不上大吉的日子，反而是个大凶的节日。宫廷民间流传下来的登高望远、插茱萸、饮菊花酒的习俗，也皆是为辟邪躲祸而来。综上所述，古人认为重阳节这天诸事不宜。人们在重阳节相互碰面的时候，也不能说节日快乐，而应该说身体健康。大家通过登高望远等一系列活动来破解凶灾、辟邪避祸。之所以如此推崇重阳登高，不仅是因为沿袭了环景登高以避灾的传统，还因为这一天是转运的极佳时候。农历9月9这天本身是重日，天地交泰，而阳气又达顶点，因而登高可以吸纳来自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天地灵气。近期体内阴气重的朋友，苦闷烦恼、悲观失望的朋友，在重阳节这一天要抓住转运的好时机，千万不要错过。99重阳，99朝阳，在这一天及时转运，会使整个寒冬都充满阳光和朝气。古诗有云：望景观天，只有一孔之见，登山远望，方知天外有天。古时人们常以登高望远来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及抒发情怀的最理想场所。而从易经风水的角度看，每一座高山都是每一个地区的龙脉所在，是阳气最为兴盛的地方。如果登上山顶，可以吸收来自东南西北各方的天地灵气。而9月初9，古代人们将9定为阳数，良久相重，阳气更是达到顶点。重阳登高，可以通过吸收良好的自然气场，来释放出自身不良的气场，达到转运的目的。重阳节最佳开运时间，如果想要桃花运旺，想要脱单的原主，一定不容错过当天的2个关键时间，去登高转运。重阳节当天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下午的5点到7点，这2个时间段，除了旺桃花、旺健康、事业、财运等效果都会不错。重阳登高，要达到化美转运、锦上添花的目的，还需要注意一些细节。要注意的是，要选择树木成荫的秀山，而不要登枯枝败叶的穷山。攀登树木成荫、风景优美的秀山，会使你的身心格外舒畅，心情大好，而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你的运气也会越来越好。如果要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需要将登山的目标定为3年，每逢重阳节都比前1年登上更高的位置。这一做法寓意步步高升，会使你的事业每年都更上一层楼，达到风水层层递进的效果。同时还要准备好3件转运物。首先是风车，拿着风车迎风而行，代表将良好的气场带回家。传统的转运风车由8个风轮、2只蝙蝠、3个铜钱组合而成，其寓意为发、福、财。第2是松糕，可在山上闲席时吃，其寓意为步步高升。第3是带红色的衣物，如红披肩、红头绳、红袖章，有辟邪挡灾的作用。此外，除了登高外的重阳旺运小妙招还有哪些呢？灵妖，重阳节寓意着相逢之意，相逢为热闹、欢喜的代表，而商铺最重热闹、欢喜。在重阳节的当天，商铺应尽量打开最多窗户来增加吉祥。如果商铺供奉财神爷、关公，可以再给财神爷、关公上香事多说些吉利话。02重阳节正午午时为当天阳气最强烈、最聚集的时间段，浴池的水属阴，正午的太阳主阳，有水火极忌之象，所以大家可在家装满1桶水，拿到太阳底下晒足1个小时，1小时为60分钟，60分钟寓意60甲子的气势，然后将这桶水与浴池的水混合在一起，在沐浴之前心念一事情即可。时运低下的原主，用此法可开运旺运。03夜晚经常做噩梦或者疾病不断的原主，在重阳的当天可以早起晒晒太阳，来驱除身体里的阴寒晦气，但不适宜晒太久。同时天气好的话，大家也可以将睡觉的枕头、被子拿出去晒一晒，驱除枕头上的灰尘和细菌，改善睡眠质量。04重阳节这一天是升天成仙的最好时间。在道教传说中，很多神仙都选择9月9日升天成仙。道家认为这一天清气上扬，浊气下沉，地势越高，清气聚集越多，人就可以乘清气而升天。所以想要转运的人，除了以上的转运方法，如果能够选择这一天参加重阳节拜斗法会，
更能达到转运的最佳效果。最后，我老头子还想说的是，重阳节与除、清、于三节也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祭祖的4大节日，可想而知内涵有多深。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大家也可以祭祖，祭祖孝亲，孝顺父母，行善积德，积累阴德福报，都是对自身有利的。另外，祭祖可分坟墓地祭祖、异地遥祭。一般如果能去墓地，当然最好是去墓地，如果不适合去，也可以求请祭祖书文，选择在一项或指定的位置烧化书文后，再开始烧元宝，让元宝能直达，减少中途丢失，如此可以让先人顺利接收到元宝。无论是哪一种祭祖方式，切记要怀着一颗恭敬感恩的心，要知道死亡不是真正的告别，遗忘才是。所以祭祖之风千年未断，重阳节亦是菊花盛开的季节，人跟万物是相生相息，万有引力，符合全息理论。多吃当季最典型最具代表的食物，是每个季节旺运的好方法。吃货请点赞，可以和长辈一起多吃菊花相关食材，以借助自然当旺之物加持自身能量。重阳节当天最好是吃素，重阳节亦是招财的好时机，金秋收获纳财的意象。2024年的重阳节，招财的最佳摆放方位是正北方，你可以在正北方摆放金色钱币、绿色植物或者水晶球等招财物品。如果你想增强财运，也可以在正北方点燃香或放置风铃。此外，正北方也是适合摆放貔貅的方位，这些布置都有助于催旺财运，带来更多的好运。9为阳极之数，99相加，呈现乾卦的卦象。乾卦爻辞形容龙正往上爬的活动，阳数又有增长之意，也象征了登高能延年益寿。但若当天因故无法进行，也可于家中较高处摆放山水画或山形石，等同于替长辈求寿。自家老人就是活佛，好好孝敬老人天经地义，因为孝敬老人、善待老人才能给我们增加正能量，更是旺财旺运的好方法。老人不在身边，和老人通话9次，或者电话超过9分钟，当然9、19、39分钟更好。也可以在微信群发9元9角的红包，在当天为老人做些哪怕是梳头等小事，也能好运来。健康有问题的老年人，重阳当日取9枚1元硬币，用红纸包上，放在身上24小时，即可缓解病痛。老年人重阳节当日睡前用酒洗脸，渴望健康。重阳节12生肖转运方法，重阳节当天可以在着装打扮上进行设计，来增旺运势。宜多穿些黄色系、褐色、红色、
紫色的衣服、鞋子。配饰方面可以多带一些偏黄色、红色的饰品，可适当化一点淡妆。外出踏青游玩时，可以多往南方或是东南方走，顺应五行相生之气，纳其福禄。生肖马适合外出踏青登高，避灾纳福，顺情应景。生肖兔注意当天的口舌是非，要做到低调行事，不与人争。生肖猴和生肖鸡适合外出走走，呼应节日的同时也能舒缓当天的压力。生肖虎避免当天的大吃大喝带来身体的负担。生肖猪和生肖鼠学会控制脾气，静观万事。生肖牛、生肖龙、生肖羊和生肖狗应积极投入地做每一件事，切记不要偷懒。生肖蛇注意当天情绪的稳定，健康方面要注意血压上升等问题。重阳节这个充满着传统文化气息的节日即将再次光临我们的生活。依照古老的传统习俗，重阳节这天人们会进行一项有趣的活动，晒五样。那么这个神秘的五样究竟是什么呢？它们又有着怎样的寓意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这个秘密，共同感受这份来自传统文化的魅力。一、晒衣物。重阳节那天，农村里的人会把家里的衣服拿出来晒。秋天的天气很干燥，阳光很强烈，晒衣服可以防止衣服因为潮湿而发霉。第二个原因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说法，秋天属金，金代表锐利和收获，晒被符象征着借助秋天的力量，让家里的生活更加积极向上，五谷丰收。二、晒被褥。在传统习俗中，重阳节也是更换被褥的好时机，人们会把被子拿出来晒，一是为了让被子干爽清洁，不受潮气影响。另一方面，被子在传统文化里和人的健康有很大关系。晒被子意味着借助阳光的能量，赶走不好的运气，带来好运和健康。三、晒家具。在重阳节这天，人们也会将家中的家具拿出来晾晒，借助阳光紫外线消毒杀菌，保持家具的清洁卫生。借助阳光的能量，让家中的家具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象征着家庭的兴旺和幸福。四、晒生活用品。这些包括锅碗瓢盆、毛巾牙刷等日常用品，这些物品每天都会被我们使用，因此保持它们的清洁和卫生非常重要。在重阳节这天晾晒生活用品，既是对这些物品的一次全面检查，也是为了借助阳光的力量去除污秽和霉运，预示着新的一年的好运和幸福。五、晒粮食。在古代农耕社会，粮食是人们生活的根本，晒粮食寓意着对丰收的庆祝和对生活的希望。而在重阳节这一天，人们会把收获的粮食拿出来晾晒，
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粮食受潮而编制，另一方面也是借助秋天的力量，寓意着对未来丰收和富饶的期望。这个古老的传统虽然看似简单，却蕴含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它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观察，也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让我们在重阳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一起来传承和发扬这个有趣的传统吧。借助阳光的力量，驱散霉运，带来好运和健康。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重阳节，期待这个古老传统带给我们的好运和幸福，同时也让我们深入了解和珍视这些有趣的传统文化习俗，因为它们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是我们生活的底色和动力。那么你知道重阳节为什么不能说节日快乐吗？你知道重阳节还有哪些的禁忌吗？记住老祖宗嘱咐的这3件事，保佑你家顺人和，身体健康，富起来，也为我们的后半年讨个吉利。第一件事就是重阳节不说节日快乐。传统节日人们往往希望讨一个口彩，就是因此我们会互相祝福对方节日快乐。但是重阳节在农历9月9日，古人认为99重阳是阳气的极限，的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之气交接。那为了避免邪气侵袭，就有了登高的风俗。这个节日本意就是为了辟邪，所以节日快乐放在这里就不合适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表达呢？我们可以选择说一些更加切合重阳节主题的祝福语。你比如说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福寿康宁，平安喜乐等等等等。这些祝福语更能体现重阳节的意义和价值，也会让人们更加地感受到我们的关怀和温暖。第2件事就是重阳节不送菊花。菊花象征着高洁的志向，秋季又正好是盛开的季节，所以赏菊、喝菊花茶也是重阳节的一个重要的习俗。但是菊花这种花就不适合送礼了。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菊花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一些特殊的场景。你比如说葬礼，菊花在中国文化中有悼念和哀思的意义。菊花常常是用于祭奠一些亲友，或者是表达一些哀思之情，因此直接将菊花送人可能就会被视为不吉利的，尤其是不能随便送给老人，因为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不快。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要好心办坏事，最后得不偿失。第3件事，重阳节要孝顺老人。99谐音是99，取的是长长久久的意思。随着时代的变迁，重阳节又添加了敬老的含义。孝顺老人，父慈子孝，老人能够享受天伦之乐，这有利于培养和睦的家庭氛围。俗话说了，家和万事兴。良好的一个家庭的环境，对一个人的心境
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更利于个人的运气的发展。我们说人只有在温馨和睦的家庭里，心情才会更加的舒畅，精神状态才能更加积极。这种良好的心态和情绪能够增强个人的家庭氛围，也能够促进一个人事业的发展。有句话叫什么呢？和气生财，对不对？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这是因为人在家庭当中得到的支持和关爱，就会倾向于这种支持关爱能够传递给他人。你只有得到了，你才能传递。这种积极的社会互动、社交互动，可以增强个人的社交网络，可以提高人的沟通能力、社交能力，进而有助于事业的发展。事业发展的顺利了，财运不就来了吗？当然，这份孝顺不止于重阳节，平日里我们也要多多地去关心老人，让他们感受到晚辈的关爱和家庭的温暖。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希望人人都能家庭和谐，人人都能身体健康。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99皈依是重阳，步步登高人吉祥。祝福您幸福99，快乐99，平安99，健康99，好运99，福气99，吉祥如意到永久。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